在一起20多年，我忽然發現朝夕相處的老公出軌了。在側面打聽到準確的消息以後，我立刻把家裡的所有存款都清算了一遍，直接把大部分的錢都給一雙兒女買車買房。大家好，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看着白襯衫上那根突兀的金色長髮，我心裡面早就已經平靜無波了。從這個月開始，我老公身上開始頻繁地出現這種東西，從一點口紅的印記到車上故意留下來的小玩意兒，他找的這個小三還真是沉不住氣。我和老公從大學的時候認識的，後來大3的時候在一起，直到現在，我們的孩子馬上都長大成人了，他卻忽然出軌了。剛發現那些東西的時候，我是憤怒的，但是一想想這些年我在這個家庭裡付出了多少，又覺得釋懷了。到我這個年紀，沒有幾個過得比我幸福了，而我也已經過了為了男人爭風吃醋的年紀，錢才是最重要的東西。老婆，明天公司有活動，老劉特意說了，一定要讓你也去。聽着浴室裡面傳來老公說話的聲音，我用往常的聲音回答了他的話，順手就把那根頭髮扔到了旁邊的垃圾桶裡。當初大學畢業以後，我和他一起加入了一家同學的公司。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我為了輔導女兒，逐漸退出了公司。他卻走到了公司元老的位置。沈恆，當初你說的話都餵到狗肚子裡了。我嘆了一口氣，將手中的襯衫扔回到床上，轉身出了房間。第二天晚上5點，他回來接了我，我們2個一起坐在車上。老公，當初你說外面的女人都有點髒，現在你還這麼想嗎？我看着外面飛快閃過的夜景，忽然有些好奇。這句話剛落下，車子忽然急剎，看着前面排成排的車子，我裝作無事發生一樣去看他。我們都結婚這麼多年了，怎麼忽然想起來問這個事？他眼神飄忽不定地看着前方，握着方向盤的手逐漸收緊。我笑了一下，女兒馬上就要高中畢業了，我們給她買套房子吧，還有兒子。現在買總歸是不會吃虧的。沈恆這個人，因為當初出了一場意外，並不能再生孩子，他心裡清楚，我心裡也清楚，所以在我說出這些話以後，他只是點了點頭，並沒有說出拒絕的話。一起生活20多載，沒人比我更了解他腦子裡想的是什麼。很快就到了活動的地點，是本市一家還不錯的酒店。100多平的宴會廳裡面，商界中流的人物都在這裡。剛一進去，我就看見有幾個人的表情並不太好，還沒來得及去觀察是因為什麼，我就被一群人給圍住了。好久沒看見你了，小孩現在都上學了，想不想回公司？是啊，當初說要在家看1年小孩，這都這麼多年了，公司裡的老朋友。你一言我一句的，我只能笑着在旁邊附和，盡量和他們打太極。這種場合每年都會有幾次，但並沒有人主動提出讓我回去做什麼，都是客套而已。聊天的時候，我忽然發現老公不見了，有些好奇的在宴會廳裡看了一圈，這才發現他在角落裡被一個女人給纏住了。那個女孩看上去也才17、18歲的年紀，距離有些遠，我看得不太清楚，但總覺得有些眼熟。2個人拉拉扯扯地從宴會廳走了出去，期間他還一直左顧右盼，像是生怕別人看到一樣。我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但是卻沒有聲張。在宴會廳裡面寒暄了一陣兒以後，我借着去衛生間的名義，終於從眾多人中脫身出來。這家酒店我以前常來，知道哪裡人少，
乾脆往這沒監控的地方走，想清靜清靜。只是剛走到那個角落裡，就聽見裡面的房間傳來一聲響聲，像是有人被按到牆上的聲音。林景，這輩子我沈恆非你不可，無論如何，我肯定會娶你過門的。一牆之隔，聽着我已經結婚10幾年的老公對着另外一個女人深情的宣誓，我的內心平靜得毫無波瀾。他現在好像回到了從前熱血的時期，不考慮其他的東西。我只是回家讓朋友幫我調查了一下，1個星期之內就收到了很多他們一起在外遊玩的照片，甚至還有他們為了尋找刺激在車上的照片。看着那一張又一張親密到讓我有些隱隱難受的照片，我果斷出門，又給2個孩子1人買了2套房子。沈恆是在外面買東西的時候，忽然發現他的所有銀行卡都沒錢了，於是乾脆回來，怒氣沖沖地指責我。他幹的這幾年，因為公司的收益不錯，有股份，也有分紅，再加上當初他家裡人留下來的錢，沈恆身上有小1000萬的資產。但是這2天，我給2個孩子1人買了3套房子，又把剩下的零碎錢買了金子和其他的保值東西。所以沈恆現在就是一個一窮二白的窮光蛋。1人買1個房子不就行了？你買這麼多想幹嘛？安雲，你是不是瘋了？聽着他質問的話，我臉上表情依舊平靜地遞了一杯咖啡過去。他大概實在是心疼自己的錢，又在自己的小情人面前丟了面子。此時看見這個咖啡幾乎如同火上澆油一般，直接就打了過來，一個沒拿穩咖啡杯，不小心掉落在地上，周圍都灑滿了咖啡液。我看着他的反應，明白繼續周旋沒有任何作用，於是從旁邊的包裡拿出了那些照片。在他視線落在上面的第1秒開始，我就在旁邊靜靜地看着他臉上的表情：憤怒、驚恐、害怕、心虛、憤怒，這幾個表情輪流地出現在他的臉上。最終他只顫巍巍地說出來一句：安雲，你調查我，事實已經如此明顯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還能問出這麼愚蠢的話。我點了點頭。你不是說一定要讓你的小情人進這個家門嗎？現在我成全你，家裡的現金已經被我花掉了，不動產我們1人1半。安雲，沈恆，我這麼做已經夠給你面子了，或者你想讓我把照片拿去公司給大家看看嗎？沈恆在聽完我的話以後大叫一聲名字，我一聽就更煩躁了，直接毫不客氣地叫了回去。沈恆這個人還真是越老越蠢，腦子裡面想的事情太多。我忍不住煩躁地一直揉着頭，只恨不得趕緊把眼前的事情都解決掉。或許是見我的態度如此強硬，手上又有這麼準確的證據，沈恆根本不敢拿他的面子跟我賭。他臉上的憤怒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愧疚。安雲，這件事情確實是我做的不對，但是我後半輩子已經沒辦法生孩子了，他不會對你造成威脅的。剛聽見這話，我就笑了出來。沈恆這個人還真是愚蠢，他自以為能說到我的心坎上，實際那個小情人在我眼裡就是一個疙瘩，哪怕我不需要他這個男人，也絕對不能有這個女人的出現。沈恆，明天我們去預約一下，今天先把離婚協議簽了吧。說完以後，我拿出了早就已經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放在了桌子上。那孩子呢？我得要孩子。他厚顏無恥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我早就已經想到了這一點，很堅定地搖了搖頭。現在2個孩子都在關鍵的時候，撫養權都要在我的名下，你教育不好他們，只會毀了他們。我的話有理有據，沈恆根本就沒有理由拒絕。
自從我辭掉工作回家以後，家裡的大小事務和教育孩子都是我來的，家裡的事情他根本沒辦法插手。簽吧。說完這句話以後，我把面前的離婚協議往他那邊推了一下。沈恆看了離婚協議很久，最後拿起筆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是我對不起你，毫無用處的愧疚的話從他的嘴裡說出來，而我只覺得惡心。早在簽離婚協議之前，我就已經跟2個孩子都說了這個事情，他們是我一手帶大的，自然知道事情的好壞，能分得清利弊，並不是一味的渴望愛，因為在我身上，他們已經汲取到了足夠的愛。後面的流程走得很順利。1個月以後，我和沈恆一起拿着離婚證從民政局裡走了出來，而那個小情人也早早地等在民政局的門口。看着我們2個出來以後，他立刻迫不及待地走上來，挽住了沈恆的手臂。沈恆，你真是養了一個好的小情人啊！今天準備結婚嗎？我笑着嘲諷他們。小情人卻絲毫不受影響地自顧自說自己的話。姐姐，既然你們已經離婚了，以後我肯定會好好照顧沈哥的。而且，小情人說着，有些羞澀一笑，忽然抬手扶上了自己的肚子。我懷孕了。小情人突如其來的一句話，把我和沈恆都炸得定在了原地。我盯着面前小情人開心的臉，還有沈恆逐漸僵硬發怒，已經有些顫抖的身體，忍不住笑出了聲。我以為他們之間真的是愛情，原來是背鍋俠的可憐故事。沈恆，你沒把這件事兒告訴他呀？好不容易有一場大戲，還是前夫的大戲，我要是不催動一下，把這場戲看完，簡直就對不起自己。什麼事情？小情人終於在我嘲諷的臉上，還有沈恆一臉憤怒的神色，察覺到了不對。他有些惶恐的視線在我們2個身上來回晃。最後，沈恆突如其來的一巴掌打破了僵局。這一巴掌大概用了很大的力氣，小情人被打得跌倒在地上，嘴角都滲出了血絲。你他媽背叛我！沈恆伸出顫抖的手，不停地指着小情人，臉上滿滿都是被背叛以後的失望和難受。我在旁邊看戲，看得很開心，忍不住又笑出了聲。當初那一場意外以後，沈恆這輩子就再也沒有了生育的可能。現如今憑空冒出來一個孩子，他怎麼可能受得了？不是啊，你是不是在外面聽什麼了？是不是他說的？我真的沒有背叛你，我只有你一個男人啊！小情人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只能盡力攀咬。可惜這招放在這裡根本就不頂用。眼看着周圍的視線都被吸引了過來，我沒有心情留下來給他們當猴子看，準備離開。不過在臨走的時候，還是讓小情人死得明白一點比較好。沈恆，這輩子都沒有辦法再生了，你想靠着這個孩子一步登天，算錯了。聽到我的話，小情人原本還一直解釋的話都堵在了喉嚨口，整張臉瞬間變得煞白。我很開心，一方面是我離婚了，成為了一個富婆，另外一方面則是沈恆真的敢飛蛾撲火和我離婚，結果小情人居然出軌了。其實當初我拿着照片威脅他的時候，沒想過能這麼順利。起碼我們2個在一起這麼久，我以為他不會輕言放棄。只是讓我沒想到的是，他很輕鬆的就答應了，甚至還在離婚協議上簽了字。這只能說明一點，這個小情人確實是他的真愛。一番笑話以後，我又不由得覺得有些惆悵。他這麼一大把年紀，又老又醜的都能找到真愛，憑什麼我沒有？抱着這種不服氣的心理，我直接約了朋友去了一家夜店。燈紅酒綠的氛圍，到處都是黑暗和曖昧，心情難得的有些放鬆。我喝了一點酒，
不過沒有醉，只是因為朋友在的緣故，我一直等到1點的時候才回家。小心翼翼地打開房門，我躡手躡腳地走了進去，本想着直接偷偷走回自己的房間，卻忽然發現，借着外面的一小株亮光，正好能看見沙發上坐着一個人，心頓時就提到了嗓子眼。2個孩子此時肯定早就已經睡了，家裡現在不應該有其他人才對。這個人的出現讓我心中警鈴大作，腦子裡瞬間浮現了很多兇屍案和碎屍案。就在我快要被嚇死的時候，沙發上的人像是察覺到了身後的動靜，站了起來。啊，你別過來！就在我放聲尖叫的時候，那個人卻並沒有理會我，反而走到了開燈的地方，把燈打開。而我也在這個時候才看清楚，沙發上的男人不是別人，正是我今天剛離婚的前夫沈恆。虛驚一場，我驚魂未定地拍着自己的胸脯，忍不住有些喘氣。大半夜的你坐在那裡幹嘛？聽着我的抱怨，沈恆並沒有任何反應，反而走到了我的身前，他的臉色愈發陰沉。不是說要好好在家看小孩嗎？為什麼今天剛離婚你就出去鬼混？我聽着他的質問，臉上滿滿的問號。要是我沒記錯的話，我們已經離婚了吧？別說我出去喝酒取樂，我就算嫖娼跟他也沒什麼關係吧？腦子裡面想着，我臉上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需要我把離婚證拿出來給你看一眼嗎？這麼大好的空閒，怎麼不去找你的真愛？不會是真愛跟別人跑了吧？從前總是顧念着他是身邊最親近的人，哪怕他犯錯，我也不會多加指責。現在如今，我憑什麼慣着他？我話裡話外的嘲諷，讓沈恆原本就陰沉的臉色更加難看。他大概是想到了今天發生的事情，臉上燃燒出熊熊的怒火。我也沒想到這個女人居然敢背着我和別的男人勾搭，還非說孩子是我的。現在的我真的知道錯了，本以為她是要跟我抱怨關於小情人的事情，誰知道最後話鋒一轉，卻忽然說她錯了，因為喝了酒腦子不太能轉得過來。我用看智障的表情看着他，實在是不明白這樣一句話，他是怎麼聯繫在一起的？你的小情人跟別人在一起，難道不是因為你跟他在一起嗎？沈恆，我這裡不收垃圾，也不是保底，直截了當的把自己心裡的話說出來。沈恆臉上的表情難看了不少，但是他在來之前應該做了很久的心理準備。這個時候居然直接就跪了下來，我看着面前雙膝跪地的他，忍不住被嚇得後退了好幾步。說實話，哪怕在一起這麼多年，我也沒搞懂他的腦回路。自己真愛破碎了，難道不應該找個地方舔舐傷口嗎？找前妻幹嘛？復婚？一想到那2個字，我就惡心。結果沈恆卻直接大逆不道的直接說出了自己的要求。我知道這次是我錯了，但真的是他先勾引我的，希望你能原諒我這一次，我們復婚吧。聽着他這一段發言，我忍不住給他鼓了鼓掌。合着出軌的人不是他背，答應離婚的人也不是他背，不過是看自己的小情人沒有了，這才覺得家庭更可靠，回來找我。把所有的錯都推到別人身上，難道就能隱藏自己犯下的錯嗎？我更看不起這個男人了。現在立刻馬上從我家滾出去，明天我就把鎖換了。沈恆再靠近我家，我就弄死你。聽着我絲毫不上當受騙的話，沈恆臉上是滿滿的難受。他大概沒想過我會如此的狠心絕情，甚至還有膝蓋往前走了2步。我直接就是一個拒絕，搖頭搖手的大動作。沈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小情人懷孕的事情受了刺激，之後的日子裡總是喜歡來煩我。剛開始他找孩子的借口，我還能勉強同意，
後面卻覺得有些厭煩。離婚之前，我給自己做了1個月的心理建設，從發現他出軌到正式找到證據，他早就已經被我踢出局了。我開始重新接手公司的事情了，只不過他們為了避嫌，還是不太願意重用我。我嘗試了2天以後，終於也放棄了。我手上的房子和錢足夠我快樂地度過很長一段時間，再加上還有公司的分紅，哪怕我不上班也沒事。想清楚這件事情以後，我就開始專心地在家過起了自己的生活。只是最近我忽然發現，大女兒好像出了一點事情，她總是在做事情的時候發呆，偶爾看着我的眼神裡也夾雜着幾分心虛和惶恐。在察覺出來這件事情以後，我覺得她應該瞞着我做了什麼事情。乖乖，能和我講講最近發生了什麼嗎？我是一個並不喜歡去迂回解決事情的人，和孩子以及家人之間的相處總是有話就說，他們也早就習慣了我這種說話方法。女兒有些害怕地看了我好幾眼，她的這一反應讓我立刻察覺到了這件事情的不一樣。女兒是我一手教導出來的，她向來活潑開朗，對物質條件不是很在意，也是和我一樣有話就說的性格。本以為這次的事情是有關於早戀的，但是現在女兒的反應卻並不像。什麼事情你都可以告訴媽媽，我會替你解決。緊握住女兒的手，我再一次保證。她這次像是終於被打動了一樣，忍不住撲進了我的懷裡。媽媽，爸爸想要我手上的房子，他說他沒錢，生活過得很艱難。我把其中一個房子給他了，但是他還想要其他的。女兒的聲音悶悶的，而我在聽到這些話以後，腦子轟的一下就炸開了。沈恆居然盯上了我給孩子們買的房子，人渣！腦子裡面各種想法轉了一圈，我幾乎想現在就衝出去弄死他，只是安撫女兒更為要緊。於是我輕輕地拍着女兒的後背，又說了很多話，主要就是告訴女兒，以後遇見這種事情要先告訴我。我們聊了大半個小時，女兒才勉強睡了下去。而我在離開房間以後，也直接不掩飾了，拿出手機就給她打去了電話。電話響了好幾聲以後才被接通。你是明天就要死了嗎？為什麼要拿女兒的房子？電話那頭的人沉默了好大一會，才用極沙啞的聲音回答我：安雲，我前2天投資了一個新項目，挪動了一點公司裡面的資產，現在窟窿補不上了。平淡的幾句話裡飽含了很大的信息，我忍不住睜大了眼睛。這是違法的，要是被發現他就會坐牢。說實話，在這個時候，我並沒有除了開心和興奮之外的任何情緒。他這樣的人做了這樣的錯事，不值得我為他心疼。你挪用了多少？300萬。聽着這筆龐大的數額，我嘴角的弧度更大了。之後直接就掛斷了電話。看來沈恆這是不可能好了。得知前夫有牢獄之災，我的心情最近非常美妙。而且我還特意給兒子和女兒都說了一遍，他們手中任何的財產都不能給他們的爸爸。我也把房產證之類的東西都收了回來。不是我不願意給他活路，沈恆這個人為了愛情和我離婚，在婚姻存續期間就出軌，我實在沒有任何理由去救他。只是還沒有開心幾天，沈恆忽然就帶着公司裡之前和我很好的一個元老級同學敲響了我家的房門。看着門外的2個人，我沉默了一會兒，還是讓他們進來了。1個多星期的時間沒有見，沈恆身上穿着的西裝皺皺巴巴，鬍子像是好幾天沒刮的樣子，整個人都散發着一種頹廢的氣場。來找我有什麼事？我把2杯咖啡分別放在了他們面前，之後坐在沙發上問道：
沈恆低着頭看着桌子上的咖啡，沒有說話。而那個同學尷尬地咳了2聲，主動開口，打破了僵局。沈恆做的事情，現在我已經知道了。你們2個畢竟是夫妻一場，要不然你就幫幫他呢。聽着這勸和的話，我抬起頭看着這個活得非常好的同學，其實很想惡語相向，但是畢竟還是要給對方留點面子的。不是我不願意幫他，2個小孩都想去國外留學，現在我沒有工作能力，只能靠房子來供他們。你們也知道，在外留學的花銷有多大，我總不能讓孩子的夢想破滅吧。很多時候，為了不把話說得難聽，拿孩子當擋箭牌很好用，起碼沈恆眼裡還是有着一點血脈的。聽完我說的話以後，他站起身就想離開。那個同學尷尬地坐在那裡，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們2個人，而我看着沈恆或許倔強的背影，忽然又想給這裡加把火。前夫哥，我找人調查了一下你那個項目，是那個小情人當的中間人吧？或許是沒想到我會說出這樣的話。沈恆轉過身看着我，前2天我去商場逛街，遇見那個小情人跟着另外一個男人，2個人買了不少奢侈品。說到這裡，我故意停頓了一下，略帶着一些惡趣味地看着沈恆僵硬的臉色，估計花了好幾百萬呢。聽到我的最後一句話，沈恆終於還是沒忍住，一拳捶到了桌子上，巨大的聲響以後，他的手指因為擦傷流出了一點鮮血。再怎麼說，他也是我2個孩子的父親，所以當初那天晚上打過電話以後，我就特意托朋友去調查了一下這件事情，終於還原了事情的真相。原來當初2個人濃情蜜意的時候，那個小情人帶着他去見了一個王總，而這個王總所在的公司在這個地方都非常出名。沈恆在愛情和利益的誘惑之下，同意了小情人的合作，之後又偷偷摸摸地讓自己的人做了個假賬，支了300萬出來。這是一場豪賭，因為除了這300萬之外，他還在外面借了其他的錢。現在窟窿已經到了一種補不上的地步，沈恆的債多得像是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他現在馬上就要被逼急了，而我在這個時候說出小情人和那個男人在一起的事情，他肯定會被逼瘋的。為什麼要把這件事情告訴我？沈恆不顧旁邊同學勸阻的話，用那雙猩紅的眼睛抬起頭看着我。我們畢竟夫妻一場，我臉上掛着標準的笑，只說出這樣一句話。沈恆聽完以後沒多說什麼，轉身就走了。而那個同學站在中間，非常難做。你們是夫妻，何必鬧到這一步？我沒搭理他，低頭吹了吹手中的茶杯。咖啡這種東西，我向來喝不慣，沈恆喜歡，所以家裡常備的有。但我還是更喜歡茶葉。從前是覺得夫妻就要兼容，現如今才發現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開心。時間一晃，孩子們出國留學的東西都已經準備好了，學校那邊也發來了 offer。就在我準備帶着孩子們出國的前一晚，剛走到小區樓下，我就看見了沈恆。他微彎着身體，身上穿着的衣服也和從前大相徑庭，不像是我記憶中的那個人了。你們明天就要去國外了，對嗎？一路順風。聽着他乾啞的嗓音，我笑着點了點頭，視線卻無意中看到了他腰間不小心露出的那一截匕首。我從包裡拿出了一張銀行卡，遞給了他。這張卡裡還有一些錢，是我最後能為你做的事情了，沈恆。我真希望當初救我的人不是你。他沒有接那個銀行卡，反而直接轉身就走了。我們2個的認識其實很狗血。我被人偷了錢包，那個時候包裡面有着我所有的錢，他把我打倒了，
小偷把錢拿了回來。我們兩個因為這件事情認識，然後在一起，最後結婚了。想起從前的往事，還有那半截匕首，忽然覺得物是人非，人走茶涼。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孩子們一起坐上了飛往外國的飛機。想必我的後半輩子回來的機會很渺茫了。在外國待了1個月以後，我從朋友那裡知道了一件事情：沈恆挪用資金的事情被發現以後，他居然直接找上了當初的那個小情人，在大庭廣眾之下拿出匕首捅了小情人38刀。至於那個王總，2個人恰巧在一塊兒，沈恆也捅了那個男人好幾刀。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沈恆被判了無期徒刑。這件事情是在我帶着孩子們來外國的那一天發生的。聽着朋友嘴裡面詳細的描述，還有驚呼聲，我忽然覺得一切都不重要了。掛斷了電話以後，大女兒恰巧回家，我看着依舊陽光活潑的她，不知道為什麼忽然很感慨。大概人到了中年，忽然直面死亡了，都會產生這種發自內心的害怕。今天晚上想吃什麼？我並沒有把沈恆這件事情告訴他們，沒必要讓不重要的人影響他們的心情。我想吃糖醋里脊。好，媽媽給你們做。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麼想說的、想吐槽的，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